朋友们好，今天我们想聊一个话题，一个可能正在悄悄定义我们整个技术未来的核心问题。在人工智能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里，其实正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思想战争。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场重量级的拳击赛，对阵的双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这场战争的核心归根结底只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通用的智能？是一条路，依靠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种近乎无穷无尽的如同蛮力一般的计算能力，用海量的数据和庞大的模型规模去淹没、去压倒所有问题吗？还是说我们应该走另一条路，依赖我们人类独有的那种充满灵感的巧思，坚信精妙绝伦的算法设计和对问题本质深刻的理解才是打开智能之门的最终钥匙。今天我们就将一起深入这场大辩论的漩涡中心，去解析这两股强大的力量。这绝不仅仅是工程师们在会议室白板前的技术争论，它的最终结果将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深刻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它决定了未来的 AI 究竟是会成为一个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信任的得力助手，还是会变成一个我们虽然依赖，但其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却永远是一个谜的强大而陌生的黑箱。我们如何构建更智能的 AI？ 这个问题，你看表面上听起来特别直接，像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它的背后隐藏着两条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在哲学层面上相互对立的发展路径。我们选择其中一条路，可能就意味着我们将加速奔向一个由少数几家科技巨头所掌控的未来。在这个未来里，超级智能由巨大的、消耗着惊人能源的数据中心驱动。这些智能或许能解决癌症、气候变化等我们束手无策的难题，但他们的决策过程、他们的思考方式，对我们人类来说，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无法窥探的谜团。而如果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路，我们或许会走向一个更加普惠、更加高效，也更加容易被我们理解的 AI 时代。在这个未来里， AI 更像是一个增强我们人类智慧的强大工具，就像望远镜延伸了我们的视力一样，而不是要彻底取代我们。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途径，都取决于我们今天以及未来几年如何回答这个核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场辩论如此重要。它不仅仅是技术路线之争，更像是在未来的十字路口上，我们为全人类选择方向。那么，让我们把这两方阵营的观点说得更具体一点。辩论的一方，也就是蛮力计算派，他们的信念非常纯粹，甚至有点简单粗暴。答案就是压倒一切的计算能力。你可以把这个想法想象成，我们想造一艘能横渡任何海洋的船，我们不需要去研究流体学或者气象学，我们只需要造一台无限大的引擎，然后用这台引擎的力量去对抗任何风暴和巨浪。这派的信奉者坚信，智能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秘方，它的所有奥秘其实就隐藏在海量的数据关联和庞大到我们无法想象的模型结构之中。只要我们的计算机足够快，芯片足够强，喂给它的数据足够多，那么真正的智能就会像变魔术一样，从这种巨大的规模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而辩论的另一方，也就是人类工程知识派，则在激情地捍卫着人类智慧和巧思的独特价值。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人类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和巧妙的算法设计，那么再强大的计算能力也只不过是一头在黑暗中乱冲乱撞的蛮牛。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智慧和灵感才是那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是赋予冰冷的机器真正理解世界、进行推理和创造的关键所在。好的，现在我们先来深入地聊一聊第一种哲学，也就是蛮力计算这一派。坦白说，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人工智能领域影响力是极其巨大的，但同时它也深深地挑战了我们人类长久以来作为万物之灵的自尊心，因为它好像在暗示我们几千年来引以为傲的理性、智慧和创造力，在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也正因为他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巨大冒犯，他才被赋予了一个非常传神又带一点悲剧色彩的名字——苦涩的教训。为什么会觉得苦涩呢？因为这个教训，它仿佛是对那些花费了毕生心血，试图去理解和设计智能的科学家和研究者们说：嘿，
你们那些精巧的理论，那些优雅的算法，那些充满智慧的设计，最终很可能都敌不过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堆更多的计算机。这个结论确实让人有点难以接受。这个观点是由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位真正的先驱、强化学习的奠基人之一里奇·萨顿在2019年一篇著名的文章里正式提出来的。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稍微花点时间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强化学习。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训练一只小狗学习新技能的过程。当它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动作，比如坐下，你就立刻给它一块零食作为奖励。如果做错了，就没有奖励。通过成千上万次的不断试错，并且总是朝着获得更多奖励的方向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这只小狗最终就能学会各种复杂的技能。里奇·萨顿就是这个领域的巨擘。他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观察发现，我们这些 AI 研究人员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智慧去为 AI 精心设计和手工打造各种智能的零件。比如说，我们为下棋 AI 硬编码各种开局的定式，或者为语言模型设计复杂的语法规则。萨顿认为，这种做法在规模化计算那无情的指数级增长的力量面前，最终都会被证明是徒劳的。他认为，那些通用的方法，比如说搜索，就像深蓝那样穷举棋盘的可能性，和学习，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强化学习，它们就像是水，虽然形态简单，但可以适应任何形状的容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们人类精心设计的领域知识，就像是为一把特定的锁打造的一把精美的钥匙，它可能在这一把锁上表现得非常完美，可一旦换了一把锁，这把钥匙就立刻变得毫无用处。所以，萨顿的观点就是，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如何造一片汪洋大海，让它能容纳任何东西，而不是去费力地打造1万把不同的只能开一把锁的钥匙。现在让我们来仔细品味一下里奇·萨顿的这段话，因为它非常深刻。他说，心智的实际内容是极其复杂，无法救赎的。这句话里其实包含着一种深刻的谦卑，但同时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人类的心智和所谓的智能，它的内在复杂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人类大脑本身能够清晰理解和建模的范畴。你看，我们几千年来，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到现代的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都在试图构建各种各样的相对简单的模型来解释我们的心智是如何工作的。但在萨顿看来，这种努力可能本身就是一种徒劳的傲慢。我们应该停止寻找简单的方法来思考心智的内容。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说，让我们放弃那种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去为智能画一张简单蓝图的想法吧。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智能的完整设计图。那该怎么办呢？萨顿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我们无法理解它，那就让我们拥抱这种复杂性，让机器自己去探索、去学习。只要我们能给他们提供2样东西：第一，一个足够通用的学习算法，就像强化学习那样；第二，海量的近乎无限的计算能力。那么假以时日，机器最终总会找到比我们任何人类设计师能想出的任何精巧方案都更好的答案。要说有什么例子能完美的印证苦涩的教训，那国际象棋 AI 的演变史简直就像是为这个理论量身定做的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预演。在最早期的几十年里，我们教机器下棋的方式就是把我们人类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它。顶尖的程序员和国际象棋特级大师们会坐在一起，花上几百个小时，试图把感觉上在这个局面里，把马跳到这个位置会很有危险，这种人类棋手的直觉翻译成计算机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代码。你想想看，这个过程有多么困难，进展自然也非常缓慢。然后历史来到了1997年，IBM 的深蓝计算机登场了。它其实是一个混合体，
一方面，它的程序里内置了大量由人力特级大师们总结出来的开局知识库和残局策略库，但另一方面，它拥有了当时前所未有的计算蛮力，每秒钟能够搜索和评估2亿个不同的棋局。正是这种人类智慧的结晶，加上计算蛮力的强大组合，最终击败了当时无可争议的世界棋王卡斯帕罗夫。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真正的转折点，或者说苦涩的教训的终极证明，是2017年由 DeepMind 开发的 AlphaZero。它的创造者做了一件非常纯粹的事，他们只告诉了 AlphaZero 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比如马走日、象走田。除此之外，任何人类知识的输入，没有开局库，没有战术模式，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让 AlphaZero 自己和自己下了几百万盘棋，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一个奇迹发生了。它不仅独立的从零开始重新发明了人类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所有主流象棋策略，甚至还创造出了许多人类大师从未见过、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下法。它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超越了所有前辈，包括那些内置了大量人类知识的顶尖象棋程序。这就是苦涩的教训最完美的体现。一个足够通用的学习方法，在足够多的自我练习，也就是计算的加持之下，最终战胜了所有人类的精心指导。所以总结一下，苦涩的教训告诉我们的核心结论，听起来既简单又有些残酷。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那些充满智慧和灵感的巧妙设计，我们那些优雅的算法和深刻的洞见，最终可能都只是暂时的阶段性解决。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会非常有效，但从长远来看，唯一真正重要的、能够持续推动智能边界向前拓展的东西，就是更强的计算能力。这个结论的推论也同样深刻，它意味着未来人工智能研究的主场场可能不再是比拼谁的算法理论更精妙，而是会变成一场更为直击的资源竞赛，比拼谁能建立起更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谁能设计出能效比更高的计算芯片。研究人员的角色也可能从一个像 Artisys 一样追求精巧设计的聪明的建筑师，慢慢转变为一个负责调动海量资源的强大的包工头。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听起来几乎无可辩驳的结论呢？当然不是。一位同样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传奇人物，一位真正的实践者，就站出来提出了非常尖锐和有力的反驳。他就是柔德尼·布鲁克斯。他认为，我们从人工智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学到的，不应该是那个苦涩的教训，而是一个更好的教训。我们需要知道，布鲁克斯不是一个纯粹坐在办公室里思考理论的科学家，他是一个亲手制造那些需要在真实物理世界中行走、工作与环境交互的机器人的工程师。所以，他天然地更关心那些在物理世界中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比如说能源从哪里来，成本是多少。他的反驳也正是从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非常现实的角度开始的。布鲁克斯首先指出了一个我们平时可能很少思考，但一旦看到数字就会觉得无比惊人的事实。我们每个人的大脑，这个被认为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智能体，它能够进行思考、感知、学习、创造，能够写诗、作曲、做科学研究。所有一切无比复杂的活动的运行功率大约只需要20瓦特。20瓦特是什么概念？它也就是你床头一个昏暗的小台灯的功耗。然而，我们再看看现在一辆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它上面搭载的人工智能系统，仅仅是为了完成安全的把车从 A 点开到 B 点这一项相对单一的任务，就需要消耗高达2500瓦特的电力，这差不多是人脑功耗的125倍。这种巨大的，几乎可以说令人咋舌的能效差距，正是布鲁克斯所有论点的坚实起点。他认为，如果我们当前所走的 AI 技术路线在能源效率上是如此的低下，那么简单的相信，只要有更多计算就行，这条路可能很快就会撞上能源供给和物理定律的南墙。好的，基于这个惊人的能耗差距，布鲁克斯展开了他层层递进的反驳。首先，他认为苦涩的教训的论点其实带有一种障眼法的性质。他声称人类的智慧和设计被淘汰了，但布鲁克斯说这根本不是事实。人类的智慧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台前，也就是直接编写 AI 规则，转移到了幕后。我们来想几个问题：是谁设计出了像 Transformer 这样强大而通用的神经网络架构？是人类科学家。是谁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全世界搜集、清洗、标注那些数以万亿计的训练数据？是人类。
是谁巧妙地设计出了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也就是 RLHF 这样聪明的训练机制，来让 AI 的行为更符合我们的希望和价值观？答案仍然是人类。其次，它指出了我们不可回避的物理极限。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摩尔定律，也就是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就会翻一番。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另一个对计算机性能发展更重要的定律，叫做丹纳德缩放定律。它保证了晶体管在变得更多更小的同时，单位面积的功耗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能效会同步提高。然而，这个定律在2006年左右已经基本失效了。这就是为什么最近10几年，我们的 CPU 和 GPU 性能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功耗的急剧增加。我们的手机会发烫，数据中心会消耗掉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电力。这条路从物理和环境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再次，他谈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学习效率。一个人类的小孩可能只要妈妈指着1-2只猫，告诉他这是猫，他就能认识世界上所有不同品种、不同姿态的猫。但是，一个当前最先进的 AI 模型，可能需要看过几百万张，甚至上亿张被明确标记为猫的图片之后，才能稳定地做到这一点。这种天壤之别的学习效率差异，强烈地暗示着我们当前的 AI 在理解这个层面，可能还缺失了某些非常根本性的东西。最后，布鲁克斯指出了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那就是成本和可及性。当训练一个顶尖的 AI 模型需要花费数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计算资源时， AI 研究就不再是大学实验室里的教授和研究生能够玩得起的游戏了。它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少数几家科技巨头的专属赛道，而这种趋势无疑会将权力过度集中，并有可能因为缺少多样化的参与者而扼杀长远的创新。所以总结一下布鲁克斯的观点，对他来说，我们从 AI 发展史中应该学到的那个真正的更好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停止仅仅盯着那些单一的性能指标，比如准确率，而是要开始去全面的考虑一个 solution 的总成本。这个总成本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不仅仅是指你训练模型时电费账单上那个冷冰冰的数字，它还包括我们的 AI 系统对地球环境造成的巨大的碳足迹，它包括在数据标注等环节所付出的巨大的人力成本，它更包括因为研发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科性机会不平等，以及权力集中的社会风险。当然，在这个总成本里，也必须包含那个最容易被苦涩的教训所忽略，但却至关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人类的智慧。它仍然是让这一切复杂的系统能够从无到有，能够最终诞生的那个不可或缺的基石。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把2种针锋相对的理论都摆在了桌面上。一边是里奇·萨顿的苦涩的教训，他告诉我们计算为王，规模决定一切。另一边是罗德尼·布鲁克斯的更好的教训，他提醒我们要关注人类的巧思、效率和总成本。那么理论说了这么多，现实世界的数据到底是怎么说的呢？在真实的研究和应用领域里，到底是蛮力派一路高歌猛进，还是巧思派占据了上风？现在就让我们像个侦探一样，抛开观点，只看证据。就在苦涩的教训，这个观点在业界几乎成为金科玉律，各大科技公司都在疯狂地进行着大模型参数规模的军备竞赛，比拼谁的模型有更多的千亿甚至万亿参数的时候， DeepMind 在202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其Chinchilla，也就是龙猫模型的里程碑式的论文。你可以把这篇论文想象成是在一条所有人都踩着油门狂奔的赛道上，突然有人冷静地踩下了一脚理性的刹车。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规模很重要这件事儿，但他引入了一个非常微妙却又至关重要的全新视角。真正重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模型本身有多大，而是模型的大小与用来训练它的数据量之间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最优的比例。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的、深入的解读一下这张表格里隐藏的惊人发现。首先，我们看上一行的 Gopher 模型，它拥有2800亿个参数。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是越大越好这个思想的典型代表。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行的 Chinchilla 模型，它的参数量只有700亿，比 Gopher 要小了整整4倍。按照当时行业内的普遍看法， Gopher 的性能理应远远强于Chinchilla。但是，关键的转折点就在于训练数据量。Gopher 模型用了大约3000亿个词源，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单词或者字的数据进行训练，
而氢七辣模型，研究人员给它喂了 1.4 万亿个词元的数据，是前者的4倍还多。那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结果是在几乎所有下游任务的严格测试中，这个更小但读了更多书的 Chinchilla 模型，它的性能全面的、毫无争议的超越了那个参数量更大的 Gopher 模型。而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 DeepMind 的研究人员精确地控制了变量，训练这两个模型的总计算成本，也就是消耗的算力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几乎颠覆了整个行业的认知。它用无可辩驳的数据证明，当时行业的主流做法，也就是疯狂地堆砌模型参数，其实是在非常低效地浪费着海量的宝贵的计算资源。正确的、更优的做法，应该是让模型的大小和数据量按照一个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步的增长。这就好比你想培养一个天才，你不能只给他造一个超级巨大的大脑，却只给他一本很薄的书籍看。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给他一个正常大小的大脑，但让他有机会读完一整个图书馆的书。从这个角度看，近期老的研究正是人类巧思的一次伟大胜利。他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和深刻的理论洞察，为整个行业指明了一条更高效的道路，可能间接地节省了未来数十亿元的无效计算成本。这无疑对纯粹的蛮力哲学的一次有力挑战。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说 Chinchilla 的这项研究就像是在这场辩论赛中为巧思派漂亮地扳回了一城。他用事实证明了聪明的设计和对事物底层规律的深刻理解，有时候能够带来比单纯增加计算规模更显著的效益。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只是一个案例。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宏观一些，从整个 AI 研究界的大趋势来看，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当中，大家是在普遍地遵循苦涩的教训所指引的方向，还是在积极地探索更好的教训所倡导的路径呢？一项针对过去整整20年顶级计算视觉研究论文的系统性分析，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有些惊人的答案。项研究的分析对象是 CVP2 会议20年来的所有论文。我们需要知道 CVP2 是计算机视觉这个领域的世界杯或者奥运会，它代表了这个领域最前沿、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方向。研究人员设计了2个非常聪明的指标，来量化地衡量每一篇论文与苦涩的教训这个理念的契合程度。第一个指标叫做计算可扩展性，简单来说，就是评估这篇论文里提出的方法是不是那种给它越多的计算能力，它的效果就越好的类型。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个指标的分数在过去20年里呈现出一条非常清晰的持续的上升趋势。第二个指标叫做学习优于工程，它衡量的是这篇论文更依赖于让机器从海量数据中自动的学习知识，还是更依赖于人类工程师的精巧设计和规则编码。我们看到这个指标的上升趋势同样非常明显。而最有趣的是，这2个趋势都在2012年这个时间点之后出现了显著的加速。2012年发生了什么？对于 AI 领域的人来说，这是个标志性的年份，正是深度学习革命的开端。AlexNet 在那一年的 ImageNet 竞赛中取得了突破性成功。所以这些数据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尽管有像Chinchilla这样的重要反例，但在整个计算机视觉领域，研究的大潮确实是在朝着苦涩的教训所指引的方向滚滚向前。然而，在这项分析里，最关键、最让人感到震惊的发现是这个数字：一篇学术论文，它遵循苦涩的教训的程度，竟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它在未来会有多大的学术影响力。我们来解释一下幻灯片上这个 R² 值，你可以把它通俗地理解成一个预测力分数。打个比方，比如你想预测一部电影的票房，你可能会考虑它的导演是谁、主演是谁、制作预算是多少等等因素。R² 值就告诉你，你所考虑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或者说预测最终的票房。在这里，研究人员只用了一个因素，也就是与苦涩教训的理念的契合度，来尝试预测一篇论文的成功度，也就是它未来被其他学者引用的次数。他们发现，这个 R² 值最高可以达到 0.306， 这意味着在某些年份，一篇论文的成功与否有超过30的原因都可以用这一个因素来解释。在社会科学和趋势分析领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铁证。
它说明在当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和技术发展环境下，顺应计算为王、学习优先这个宏大的趋势，已经不仅只是一种哲学上的选择，它更是一种被真实数据所证明了的通往成功的有效策略。好了，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哲学观点，也看到了支持他们各自的有些复杂的证据。一方面，宏观的数据趋势显示，苦涩的教训似乎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另一方面，更好的教训又通过像 Chinchilla 这样的案例，以及对物理和经济现实的深刻洞察，指出了这条路可能面临的困境和一些巧妙的出路。那么，这场高风险的、关系到技术未来的大辩论，对于人工智能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两个最复杂也最能体现这种张力的领域。一个是我们神秘的内在宇宙，人类的大脑；另一个是我们亲手构建的同样复杂的外部世界，商业组织。这场辩论的持续和深化，正在催生出两条截然不同，但都同样引人入胜的未来探索道路。第一条路可以说是苦涩的教训这个理念的终极应用场景，用 AI 来反过来理解神经科学。我们知道，人类的大脑是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系统，人类几百年的科学研究也仅仅是触及了它的皮毛。这条路的思路是，既然我们人类自己很难构建出关于大脑的完整理论，那不如让我们放弃这种企图，转而把最大规模的脑活动数据，比如 fMRI、脑电图等等，喂给我们最强大的通用 AI 模型，让 AI 自己去数据中发现我们人类科学家无法发现的模式和规律，让 AI 来告诉我们大脑的秘密。而第二条路，则可以看作是更好的教训这个理念的集大成者，它叫做神经符号 AI。它试图将两种哲学的优点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混合式的智能系统。它既想要利用我们今天深度神经网络那种强大的从数据中学习模式匹配的能力，又想融合传统符号 AI 那种严谨的基于逻辑的推理能力。最终的目标是创造出一种更接近我们人类真实思维方式的、更强大也更可信的智能。让我们再花点时间深入地理解一下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的神经符号 AI 的愿景。它的核心灵感其实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主得丹尼尔·夸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中提出的关于人类大脑的双系统理论。塔尼曼认为，我们的大脑里其实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一种，他称之为系统一，它是快速的、自动的、凭直觉的，就像你开车时的本能反应，或者你在一群人中一眼就能认出你朋友的脸。这正是目前深度神经网络最擅长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亚式号学习。而第二种，他称之为系统二，它是缓慢的，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的、有逻辑的。就像你坐下来专心致志地解决一道复杂的数学题，或者仔细地规划一次长途旅行的路线。这对应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视号推理，这是传统的人工智能，比如专家系统所擅长的事情。神经符号 AI 的终极目标就是让这两个系统不再是各行其事，而是能够紧密的协同工作，形成一个高效的反馈循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位经验丰富的篮球教练，它代表着系统二的逻辑规则和战术知识，在场边指导一位极具天赋的球员，它代表着系统一的直觉和肌肉记忆。通过明确的指令和战术规则，教练可以修正和引导球员在场上的直觉性学习过程，让这位球员的技能不仅变得更加娴熟，也更具战术性和大局观。这是一种试图兼顾学习的效率与决策的可解释性，兼顾模式识别的能力与逻辑推理的严谨性的一种非常雄心勃勃的尝试。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高远的理论探索拉回到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身处其中的那个有点混乱的现实世界。这就引出了一个 AI 在商业应用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传统的管理学理论常常会把一个公司想象成一台设计精良、理性运作的机器，有清晰的流程、明确的目标。但是有一种更加现实，也可能更符合我们实际感受的组织决策理论，叫做垃圾桶模型。这个模型认为，一个真实的公司其实更像是一个混乱的垃圾桶，在这个桶里，各种各样待解决的问题，五花八门的潜在方案解决，还有来来往往带着各自议程的人员，都在随机的漂浮碰撞。
一个最终决策的产生，往往并不是什么理性分析的最佳结果，而可能仅仅是因为在某个时间点，某个解决方案恰好撞上了某个问题，又正好被某个有决策权的人看到，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在这个模型所描述的组织里，充满了各种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流程和因为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看似不合逻辑的古怪习惯，这也可能更接近我们大多数人真实的工作体验。这就提出了一个对于人工智能，特别是遵循苦涩的教训路线的 AI， 在商业应用中一个关键的根本性的问题。一个纯粹信奉苦涩的教训的 AI， 它能做什么呢？它能从那些结构化的数据中学习，比如说公司的销售报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里的记录等等。但是在一个垃圾桶式的组织里，真正驱动公司日常运转的，往往是那些从来没有被记录在任何数据库里的潜规则、Office 政治和人情世故。那么，一个看不见这些非结构化、非逻辑性现实的 AI， 一个只相信数据的 AI， 它能否有效地去驾驭甚至去优化这样一个混乱而真实的系统呢？这似乎强烈地暗示着，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当中，纯粹的蛮力计算可能并不足以取得成功。我们或许更需要一种遵循更好的教训理念的混合方法，一种能将 AI 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与人类员工对于组织内部那些混乱现实的深刻理解和直觉洞察，巧妙地结合起来的方法。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对大脑的探索这个终极问题上。当我们准备用这些遵循苦涩的教训而创造出来的无比强大的 AI 工具去分析大脑这个最复杂的系统时，我们其实也面临着一个更深刻，甚至可以说有些令人不安的哲学问题。这句引言的前半句说简单已死，这完美地呼应了里奇萨顿的观点，但是他接着问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如果大脑的解决方案不仅是极其复杂，而且是从根本上无法被我们人类的心智所理解的呢？这句话描绘了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它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会创造出一个 AI， 它能够完美地预测我们大脑中每一个神经元的每一次放电，它能够基于这些预测治愈所有类似阿尔兹海默症或者帕金森症的神经系统疾病。但是当我们问这个 AI 什么是意识或者什么是爱的时候，它给出的答案可能是一长串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理解的数学公式或者参数矩阵。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拥有终极的预测和控制能力，但却可能永远地失去了真正的本质上的理解。我们将得到一个解决了所有问题的完美的黑箱，而大脑之所以为大脑的基本原理，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永恒的谜。最终，这场在蛮力计算和人类巧思之间持续存在的巨大的张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关于我们自身定位的终极问题面前。在这条通往更高级智能的道路上，我们人类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应该彻底相信规模的力量，放手让海量的计算去开拓那些我们甚至无法想象的智能边疆，哪怕我们最终可能无法完全理解它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还是说，我们应该坚信人类智慧的独特价值，努力将我们数千年来积累的知识、理解和价值观注入到我们所创造的智能之中，哪怕这样做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它的最终潜能。换句话说，我们自身的智慧，在我们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这趟漫长而伟大的征途中，究竟会是那个点亮前路不可或缺的火炬，还是那个因为我们的偏见和局限，反而会成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在这场关于智能本身的未来的宏大叙事中，我们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今天没有人知道，它仍悬而未决，等待着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共同书写。